俄空天军的2架图95雄式是和美国 B-52同温层堡垒，被称为远程战略轰炸机的老爷机，由苏联时期的图波列夫设计局研制，1956年服役。图95可以携带20吨各种核常炸弹导弹，拥有极强的巡航能力，不用进行空中加油的航程就达到了15000公里。2010年7月，2架俄罗斯图95 MS 曾用时42小时17分，经历4次空中加油，连续飞行了3万公里。这一续航能力足以说明其具备全球打击能力。尽管服役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图95仍是俄罗斯空天军出镜率最高的轰炸机，是俄空中战略巡航的主力。图95在服役期间历经了多次升级，最近一次是自2015年起将43架现役图95 MS 升级为图95 MSM。不仅机体进行了延寿，还换装先进的雷达，加装以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为基础的目标识别系统，并在2侧机翼下安装了4个副式挂架，总共可挂8枚巡航导弹。载弹包括 KH-101新式巡航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等。其中 KH-101发射重量达到2.4吨，长7.45米，弹径0.74米，翼展3米，是个大家伙。据俄军公开资料称 ，KH-101最大射程可达5000公里，可搭载450公斤重高爆弹头，外形庞大，雷达反射截面积却仅为0.01平米，再加上飞行高度低，具有非常出众的突防能力。值得指出的是，图95 MSM 还能搭载 KH-102巡航导弹。与 KH-101使用常规战斗部不同的是 ，KH-102使用的是一枚25万吨 TNT 当量的核弹头。这也充分说明俄空天军图95这头老熊的爪子仍旧锋利，空中威慑能力不容小觑。而轰6K 是中国空军最先进的中远程轰炸机，被称为战神。在中国空军进行的常态化东海警巡、南海战巡行动，以及前出西太进行的远海训练中，经常都可以看到轰6K的身影。根据官方此前公开的消息，轰6K的作战半径超过3500公里，载弹量达到了12吨。机翼下共有6个武器挂架，可以搭载包括空地导弹、反舰导弹、制导炸弹等精确制导武器。在一次空军开放日中，在轰6K 前面就摆放了国产 KAKD-20空射巡航导弹，也被称为空地20。从现场来看 ，KAKD-20的尺寸很大，弹体有4片的十字形尾翼，这说明这款导弹的射程非常远，还能飞得稳、打得准。中俄2国空军轰炸机在一起进行联合战略空中巡航已经是4次了，这首先表明中俄2国的战略互信越来越深化。其次，说明中俄2国空军组织实施联合战略空中巡航方面的能力越来越强。2个国家的轰炸机进行联合战略空中巡航，可不仅仅是让各自的轰炸机飞到空中进行编队飞行那么简单。因为战略空中巡航飞行的距离很远，对空情保障、通信、指挥、气象护航等都提出了很高要求，任何一个环节做不好，都会影响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的顺利实施。也就是说，在中俄2军轰炸机顺利进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的背后，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日前，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发表题为“中俄联合战略巡航，为啥有人急得跳脚”的文章表示，战略巡航是大国博弈的标配手段。冷战时期，美苏都搞过战略巡航，目的就是向战略对手展示自身行动能力。当年双方战略轰炸机飞得比现在频繁多了。现在来看的话，当时的话，美国和苏联都有这种疯狂的举动，就是说在60年代的时候有过美国想过，就是这个战略轰炸机的话，24小时携带核弹在天上不间断的巡航。那么如果是美苏一开战，这种轰炸机的话，就在空中巡航的轰炸机就立刻可以这个调转方向飞往苏联。侠客岛的文章还指出，冷战结束后一段时间内，美俄关系不错。俄罗斯1992年起曾中断战略巡航，但后来发现自己被耍了。比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轰炸机部队会定期执行远程全球力量任务，从本土飞越茫茫太平洋，前往关岛轮换部署。这几年，从亚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在亚太地区组织了多场大规模轰炸演习。B-1B、B-2和 B-52等机型经常全体出场去关岛。一旦亚太地区有点风吹草动，还会单独开小灶。
美军具体干了啥，外界不一定清楚，但日本从没表达过关切。在中俄展开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的第2天，日本空自4架 F-15和美国空军4架 F-16共8架战机也在日本海上空进行了联合巡逻。日本共同社称，不排除是对中俄军队飞机在日本海和东海地区巡航以及朝鲜导弹试射的回应。